当西班牙赫雷兹赛道的引擎轰鸣声震彻赛场，31台赛车如离弦之箭蓄势待发，空气中满是速度与激情的焦灼气息。在这片汇聚全球顶级力量的赛道上，中国品牌凯越机车的赛车格外耀眼。它独自面对15台川崎、12台雅马哈与3台 KTM 组成的重重围剿，最终凭借绝对实力杀出重围，最终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300组别年度总冠军的荣耀收入囊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不是机车圈的观众大概率没听过 WSBK， 它的全称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。千万别小看这场赛事，它可是能与 MotoGP 齐名的全球顶级摩托车赛事，在业内拥有极高的关注度与含金量。WSBK 始终以最贴近量产车型、最考验厂商硬实力著称，而其中的 SSP 300组别更是圈内公认的新人炼狱、豪门战场。这个组别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中小排量赛车技术，像川崎、雅马哈、KTM 这样的老牌劲旅，凭借数十年积累的技术沉淀，早已在领奖台上筑起了一道难以突破的铜墙铁壁。前段时间在西班牙赫雷兹赛道上， WSBK 的 SSP 300组别迎来了年度终局之战。在31台参赛赛车组成的钢铁洪流中，中国凯越 350RR 的红色身影显得格外孤独。它是整个组别里唯一一台中国品牌赛车，要独自面对15台川崎、宁加400、12台雅马哈 R3 和3台 KTM RC390R 的联合围剿，压力可想而知。驾驶凯越赛车的车手名叫贝纳特·费尔南德斯，才17岁。比赛开始前，无论是专业解说还是现场观众，没人看好这位年轻车手，更没人看好首次挑战顶级赛事的凯越。但故事的转折点恰恰从这一刻开始，一场属于中国品牌的逆袭就此上演。比赛前半程，局势都在预料之中，各车队按部就班展开角逐。当比赛仅剩5圈时，17岁的费尔南德斯驾驶着红色凯越车，仍处于第3顺位。前方的雅马哈与川崎车手正凭借车型成熟的稳定性，死死封锁住超车路线，不给凯越任何机会。就在此时，比赛进入第12号弯道的关键瞬间，费尔南德斯敏锐地抓住了前车切线偏差的微小破绽，他果断切入，以近乎贴地的倾斜角度完成了一次极限超越。当时车身与赛道护栏的间距不足半米，轮胎摩擦地面产生的青烟与看台上爆发的惊呼几乎同时炸开。到了最后一圈的直线加速段，不甘示弱的川崎车手发起猛烈反扑，两车车身几乎完全贴合，距离近到能看清对方车手的头盔纹路。关键时刻，凯越 350RR 凭借发动机后段的强劲爆发力稳住阵脚，最终以 0.127 秒的微弱优势率先冲过终点线。当象征胜利的万格旗如火焰般扬起，赛车引擎的嘶吼与看台上的欢呼交织在了一起，汇成了一曲跨越语言的胜利交响。这一刻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SSP 300组别迎来了历史性转折。中国品牌凯越以孤车突围的强势姿态，打破了欧美日品牌数十年的垄断格局，将该组别年度总冠军的奖杯直接揽入了中国机车的怀抱。冲线的刹那，场边的凯越团队工程师们再也抑制不住情绪，瞬间相拥而泣，将多日来备战的压力、对胜利的渴望等压已久的情绪彻底释放。有人颤抖着从背包里掏出早已备好的5星红旗，在异国他乡的赛道旁高高举起，鲜红的旗帜在漫天欢呼声中显得格外耀眼夺目。这一幕不仅定格了凯越团队的狂喜，更承载着中国机车人数十年来的期盼。从早年中国机车工业技术落后、处处受制的窘迫，到如今坚持自主研发、咬牙突破的坚守，无数个在实验室熬夜攻关的夜晚，无数次经历试错后重新出发的坚持，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滚烫的泪水与骄傲的呐喊。赛后，不少外国车手也主动走到凯越赛车旁，对这台来自中国的赛车赞不绝口，有人甚至用最直白的口语感叹：地平线牛！冠军的消息传回国内时，整个机车圈瞬间沸腾，网友们在社交平台的留言里满是热泪与自豪，看哭了。以前总羡慕国外赛车技术强，没想到现在我们也有能拿世界冠军的车了。一条这样的留言收获了数万点赞，道出了无数中国车迷的心声。
老车迷的感慨则更显厚重，从当年只能靠进口零件组装摩托车，到现在能自主研发赛车拿下世界冠军，这一步我们走了20年，太值了。还有细心的网友留意到一个细节，连爱尔兰109车队都换成凯越赛车了，这才是对中国品牌最硬核的认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创造这场奇迹的凯越 350RR 骨子里藏着中国机车工业的倔强与底气。它的核心动力源自完全自主研发的发动机，能输出 41.3 匹轮上马力与 25.71 牛米扭矩。经过赛道化精细调教后，动力输出精准可控，每一次油门的开合都凝聚着工程师们上千次试错与优化的心血。从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车架设计到悬挂系统毫米级的阻尼精细调教，从刹车系统高温下的热衰减控制到电子辅助系统毫秒级的逻辑优化，这台赛车的每一项技术都没有依赖外来授权，全是凯越工程师们在实验室测试场里一点点打磨出的中国精度。正如赛事解说员当时给出的评价，这台车的每一颗螺丝都写着自主研发4个字。而为了纪念这场跨越时代的胜利，凯越将该车型的量产版命名为赫雷兹，让赛道上的荣光能够走进寻常骑手的生活。作为凯越摩托的创始人，张雪的经历也堪称传奇。1987年，张雪出生在湖南怀化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。由于家境贫寒，张雪初中辍学，14岁便开始做修车学徒。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达喀尔拉力赛的画面时，车手们驾驶摩托车在沙漠中飞驰的英姿，瞬间点燃了他内心的火焰。一个关于赛车的梦想，在这个贫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。村里有人笑他，赛车那是你能碰的东西吗？他没反驳，反而默默盯上了修车。他想，先摸透车，总能离梦想近点儿。16岁那年，张雪辍学，揣着爷爷奶奶凑的500块钱去县城修车铺当学徒。老板嫌他小，不愿收，他就蹲在门口扫地、递工具，免费干了3天才被留下。修车铺条件恶劣，夏天像蒸笼，冬天似冰窖。张雪的手每天泡在油污里，伤口不断。但他毫不在意，每天下班后别人都走了，他还留在铺子里，对着报废摩托车拆了又装，把零件信息记在本子上，直到能闭眼组装发动机。他在日记本写下，等挣够5万就去学赛车。2006年，19岁的张雪已在县城开了自己的修车铺，手艺好到周边人甚至老师傅都来请教。他攒了一点钱，离5万的目标越来越近。可新的难题来了，怎么才能让车队知道他？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，他就像藏在角落里的一粒沙子，没人会注意到。就在他愁得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一个消息传了过来，湖南电视台的记者要来当地采访，主题是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。张雪觉得这是唯一机会，他打了10几个电话给电视台，但要么被说会反馈，要么被挂掉。他还去记者可能出现的地方递纸条，也屡屡被拒。采访最后一天，听说记者要离开县城，张雪骑上自己组装的破旧摩托车，冒雨追了3小时，雨水刺骨，摩托车摇摇晃晃，他却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让他们走。最终记者被他的执着打动，给了他3分钟采访时间。张雪站在镜头前，虽手在抖，却清晰地说出，我叫张雪，是个修车工，我想当赛车手，想让中国的赛车跑到达喀尔。就这么短短几秒的镜头，没想到节目播出后没几天，真有一支赛车队联系了他，于是张雪揣着6万块积蓄坐上了追梦的火车。进入车队后，张雪如鱼得水，19岁的他开始参加全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，白天刻苦训练，晚上研究赛车构造，学习修车技术。凭着勤奋好学的精神，21岁张雪便进入摩托企业工作，仅用3年时间就从小职员晋升为工程师。在积累丰富经验后，张雪心中萌生更大抱负，创立国产机车品牌。2017年，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创立了西藏珠峰凯越实业有限公司。创业初期困难重重，但张雪没有退缩，他亲自参与每款车型的设计开发，带领团队攻坚克难。最终，凯越品牌陆续推出多款重磅车型，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。不过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张雪会趁着势头多推出几款车型，赚更多钱的时候，他却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：自己研发发动机。
当时国内摩托企业多依赖进口或技术授权，自主研发需要投巨资闯技术难关。当时合伙人、员工都反对，可张雪依旧坚持，没有自己的发动机，早晚会被卡脖子。他提出，要么自己净身出户研发，要么公司借钱给他，失败亏损算他的。合伙人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知道他又要认死理儿了。最后他们同意了。借给他钱，让他去试。接下来2年，张雪就焊在研发车间，没专业团队就挖工程师，没先进设备就买就借。为了提高零件精度，他跑10几个城市，找几十家供应商，甚至和供应商聊一整天，说服对方尝试。在张雪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2019年，中国第一台转速达16000转、性能比肩国际顶尖水平的摩托车发动机下线，装在新车上后瞬间卖爆，还吸引了国外经销商。那一刻，张雪终于松了口气，他知道自己赌对了。2023年，张雪又带领凯越车队参加了被誉为世界上最艰苦的达喀尔拉力赛，让中国制造的赛车首次登上这一国际顶级赛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